大家好，2022年的热闹没人想得到，吹去一些花里胡哨的口水和泡沫，很多背后的真相都超出了吃瓜的想象。中国的娱乐圈同时是无比残酷的，不仅需要面对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严峻的挑战，更要有洞悉瞬息万变的各种政策上的变化和尔虞我诈的潜规则才行。例如去年纷纷社死的群星们，个个都是一走眼就成了千古恨了。王一博、赵丽颖人在江湖，注定身不由己。即便赵丽颖35岁有着25岁的容颜，而王一博25岁有着35岁的心灵，这两个人都必须随时随地的洞察秋毫，跟进形势，如此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才能站于相聚的巅峰。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2022年2月2号的晚上，中国梦，我的梦，2022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上线播出了。7家头部网络视听的平台统一思想，联合播出，齐聚在了国家一手操办的同一个舞台上，用富有创造性、时代特点以及科技感的各种的歌舞、朗诵、情景等等的表演的艺术形式，围绕建党100年、脱贫攻坚、抗击疫情、北京冬奥、大湾区建设等等等等又红又专的伪光正的主题，创新演绎了过去1年当中所创作和播出的优秀的视听作品。整台的节目分为序幕的中国红正当红，以及中国路100年恰风华，中国我最了不起，中国风国潮最有范儿，中国情你让我感动，中国梦奋进新时代，这5大篇章。这场中国梦我的梦2022中国网络视听年度盛典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所指导主办的，由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主办的，由中国电视艺术交流协会和多家重点的网络视听平台一道承办的。怎么样？这一路听起来一连串的名单和红彤彤的权力的机构，是不是个个都是金字招牌做打底的呢？按照红色的规矩，出现在这种场合，是不是有红利可言呢？这期节目主要聚焦了100年党史、脱贫攻坚、抗击疫情、北京冬奥以及大湾区建设等等等等的政策性内容。同时呢，还让普通的中国人的追梦故事一块登上了屏幕大舞台。因此，这场盛典目的很单纯，就是要洗掉普罗大众脑袋里面的糟粕，努力的打造一个真正属于人民群众的文艺之夜。于是乎，这是一场妥妥的正能量的红色晚会，自然而然需要顶流的当红艺人来参加捧场的了，其中就包括顶流加上主流的王一博了。不过呢，王一博是以 VCR 的形式客串亮相出来的。众所周知，王一博因为档期上的原因是无法亲身参加晚会录制的。无论如何，他的主流的身份也少不了节目组的高度的关注、赏识以及橄榄枝的。既然正式的节目里面王一博实在无法亮相舞台，倒也无妨。节目组跟着并以一种另类褒奖的方式刷了一波王一博的流量了。由于王一博在《理想照中国》当中饰演过蒋先云烈士，于是乎在介绍100年党史当中那个不可或缺的蒋先云烈士的时候，自自然然的王一博所饰演的这个蒋先云的形象便正式成为了最好的荧幕素材了。这不仅仅是一种对王一博演技上的间接的认可和加冕，
更是对他所诠释的这个几乎完美无瑕的高大上的形象的最后的盖棺定论。这也间接的让王一博再次以数字的方式参与到了这次党国的春节盛典当中去了，算是稍稍弥补了一下某种缺席的遗憾了。有意思的是，顶流真是顶流。王一博的加持下，这场纯粹意义的洗脑盛典的网络关注度一度超过了8亿之多了。可见王一博的热度真实可见，算是微波炉的再现了。黑粉们常说王一博的演技仅仅属于粉丝可见的那一个可怜的层面，这下子好了，也是官方出面打脸了。王一博的演技这不明晃晃的已经被国家认可和官方盖章了吗？说实在的，这次所谓的网络视觉盛典，选择性播放《理想照耀中国》这部献礼短剧的精华人物以及若干的片段的话，为什么偏偏只挑出来了王一博出来呢？要知道，这部主流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可是汇聚了当今演艺圈当中大量有头有脸的大牌演员来参加的，小到赵丽颖所饰演的那个雷金玉，大到2代元勋那个邓稼先，40多个高光上体的党国理想人物，为什么偏偏唯独把王一博所饰演的蒋先云烈士提取了出来呢？只能说王一博的演技加上流量是社会主义权力机关缺一不可的盖章的认可了。因此呢，王一博现在真的是底气十足了，是一种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家追着跑的那个节奏了。任谁也想不到，去年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居然年底之间王一博就能够拨开云雾，峰回路转了。这除了离不开个人的努力，更离不开个人的远见。要知道，该剧《理想照耀中国》是在去年的这个依旧还是冬天的时候，也就是2021年的1月31号在横店开机的。1年之后，一切的磨难和坎坷都在踏平了之后，再去回望的话，真让人有一种先机在手，夫复何求的人生感叹。现在好了，加上这种国家级别的鼓吹不断的正能量的东风加持，王一博更加是有底气的了。他一直都不宠粉，一直都不顾粉，未来还是那么一句傲娇的名言，也就是你们别来 diss 我了，去粉别人去吧。时至今日，或许照样还是很多人都想不到，这一开春的娱乐圈最热闹的地方，原来就在电影圈当中。最佳圈圈时光的春节黄金档，5部电影大乱撞的票房的口碑终于揭晓了。口碑排在第一位的是名导张艺谋的《狙击手》，首次开分就已经高达 7.7 分了。紧随其后的是《奇迹奔小孩》的 7.4 分了。口碑最差的就是韩寒导演的那个《四海》了。我也提到过了，这个区区 5.6 分的惭愧的分数，让那些热切期待王一博加上韩寒，也就是长空之王的热情的粉丝们，真的是心里面五味杂陈了。话说四海的口碑崩塌原因众多，我之前已经提到了，跟正剧之王挤到一块大乱撞的话，真的是算得上富贵险中求的了。当然了，女主刘浩存的演技以及金字招牌沈腾的那种快闪的行为，
也是拖垮整体影评的个中的原因之一了。所以呢，2月2号，十分聪明而且特别喜欢耍宝的赵丽颖特别发微博为四海打 call。只是小聪明满满的赵丽颖并没有正面去力挺这部剧，因为明晃晃的肉眼可见这部四海的口碑欠缺，所以呢，赵丽颖干脆打哑谜一般的选择在这个时候 stand up 出来，拽了一句 welcome again。 这绝对是燃烧吃瓜群众们智商的最美的考题了。猜到了就算读懂了赵丽颖了，而猜不到不好意思了，再听一听新闻我专题的解话或者解谜吧。好玩的是，到现在为止，大量不明真相的群众们依旧纷纷的落入到了毫无想象力的陷阱当中去了。因为新闻我已经非常详细的解释过了，所以这次就不再赘述了。不得不说，真爱赵丽颖的热情的粉丝们这2天也确实是用心良苦，辛苦坏了。自家粉丝们个个都踊跃灭火，纷纷要求打算捧场四海的潜在的观众们要理智去看片，特别是要先看影评再看片。这一份的细致和贴心，我要给足足的满分。所谓粉随正主，就是经常替人着想，经常分甘同味。不过大量真爱粉这一次也真的是操心过度的了，这种求生欲满满的支招和瞎想，简直是恨不得帮正主赵丽颖跟四海划清界限才行的那一种骚操作了。赵丽颖是谁呢？一句 welcome again 已经把自家的小聪明拉满到了极致的程度了。要知道，当今的整个娱乐圈并不是个明白人把话挑明的地方，因为动辄引火烧身，一点的差池都不能要有。聪明的王一博3言2语便能够成功的周旋在四海的宾主关系和博纳的政治任务之间，这种智慧表面吃瓜的话就只能吃到个瓜皮了，吃到个寂寞了。 Stand up, welcome again， 王大姐弟的聪明劲儿让现在的整个的娱乐圈遍地的瓜瓤，偏偏不见了瓜皮了。有意思的是，几天前，也就是1月30号，几乎跟王一博同一时间，赵丽颖的前夫冯绍峰其实也在帮忙宣传这部《四海来着》。然而呢，说的内容就完完全全没有赵丽颖、王一博的那一种话中话、情中情的高级哑谜感效果出来了。因为这个冯绍峰还在《四海》里面客串了一个小角色，戏份并不多，所以呢，他的发言理应更加有说服力的。然而呢，他的说服力基本上等于0。为什么新闻我会有这么个说法呢？因为冯绍峰之前出演过韩寒的《后会无期》，所以呢，这一次只是帮忙客串一下角色而已，都是为了还个人情而已。所以呢，他对角色的领悟也是点到即止的程度，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说了白说的程度。说实在的，冯绍峰的学历不错，是上戏毕业的。所以呢，冯绍峰认认真真的在公众平台上聊了一下关于四海的电影院的感受，写了不少自己的观后感出来。然并卵的是，他说了半天也不敢说到底好看还是不好看呢，不敢直接给出综合性的结论出来，甚至连兜着圈子去本格的那种勇气也没有。这次他
非常用心的为四海打了个 call 之后，相信所有的吃瓜群众们都会跟我一样非常的无语，因为不知所云。这种你让我聊四海的影评，我就跟你聊行车的安全的那一种认真的态度。如果10分是满分的话，我只能给0分的了，因为彻底跑题了。说到这，我不得不赞一下杨幂的情商了。同样是点赞打 call 的简单的操作，杨幂的情商简直就是擅长偷师的那一种情商了。有对比就有伤害。对比赵丽颖的前夫冯绍峰，同样是点赞打 call 的人情的动作，杨幂就没有丝毫的冯绍峰式的遮遮掩掩了，她直接的点题，直接的给出了答案，而她的格式呢，几乎完完全全的照搬了百万文案王一博的文案格式了。那么他又是怎么样去打 call 的呢？王一博的格式是四海之内结摩托兄弟，加上大年初一看四海。杨幂的格式是每个人都能创造奇迹，加记得拿手巾。有心的您数一数，连字数都几乎一模一样。文案小子王一博的魅力真的是非凡的了。2月2号，杨幂为文牧野所指导的《奇迹笨小孩》点赞打 call， 完全是为了友谊第一。因为杨幂曾经出演过《恋爱中的城市》，而这部影片的导演刚好就是文牧野了。因此呢，杨幂只是立牌的还当年的一个人情而已。这个娱乐圈的大大小小的明星们，从来不会无缘无故的去支持别人的电影的，除非有彼此的利益的关系在里面。说到这，新闻我还是要偷笑一把的。这些影片敢于跟证据之王的弟弟叫板，勇气也算得上是超凡的了。因此无论王一博、赵丽颖还是杨幂，无论提前预热还是亡羊补牢，其实都别想扭得过社会主义国家机器的大腿的。今天为止，就连那个口碑排名第一的张大明导的《狙击手》，也就区区的1亿的票房而已。而您猜得到证据之王的弟弟吗？证据之王的弟弟同一时间是舍我其谁的 14.70 亿。这真的无关新闻我的铁口与否的了。为什么这么多人都不肯认清形势呢？都不肯面对举国之力的社会主义现实环境呢？资本的视野如此的话，演员们的视野也同样如此了，更何况所有吃瓜群众们的视野了。说到这，新闻我还是难免要为王炸姐弟着急一把的了。深度加温度，新闻最专注。有时候我也真的是挺无奈的，有时新闻我的铁口老是歪打正着，实在是无可奈何。你还记得哪几天我刚好提到过多少次票房100亿俱乐部的这个概念呢？结果15人的这一份俱乐部的名单刚刚被易烊千玺刷了个屏，逼格升级为了16人的小圈子了。结果呢，现在呢，居然又横空添加了一个有史以来的第1位的女汉子出来了。根据猫眼专业实时的数据，截至2月3号的0时，电影《这个杀手不太冷静》的票房已经达到了 4.76 亿了。于是乎，演员马丽所主演的电影累计票房总算突破了100亿了，
成为了国内首位票房100亿俱乐部的女会员了。我前嘴刚刚的聊完，也就是2月2号的凌晨，凭借着《长津湖之水门桥》和《奇迹笨小孩》的双双的火爆，易烊千玺一举成为了最年轻的00后的100亿票房成员。结果呢，仅仅隔了一天，马丽也顺顺利利的达到了这个高度了。有意思的是，在新片《这个杀手不太冷静》当中，她所饰演的女明星米兰，其实比起夏洛特烦恼、羞羞的铁拳，她的戏份真的是不多也不重。结果呢，只是因为顺顺利利的搭上了这条不太冷静的船，她也跟着水涨船高了。说到这，不得不提一下，现在正在跟王一博对戏当中的那个3金影后周冬雨。其实这个3金影后差点比马丽跑得要更快一些的，因为周冬雨只有区区的4.2亿的100亿票房差距而已。问题是，她所主演的《平原上的火焰》突然之间撤档了。可见这个时候资方聪明不聪明，演员运气不运气，也绝对是看人的。而且更加有意思的是，现在正在和赵丽颖进行野蛮对手戏的欧豪，其实也是100亿俱乐部的成员了。所以呢，从易烊千玺到马丽，从王一博对手的周冬雨到赵丽颖对手的欧豪，票房100亿俱乐部的光环几乎是无处不在了。这就告诉了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娱乐圈的现实、娱乐圈的真相和娱乐圈的未来呢？总之，在娱乐圈的369等排序当中，常青树的概念其实只存在于巅峰当中。一个优秀的演员只能不断的擦亮自己的眼睛，不断的洞悉背后的真相，才能够把握先机，才能够闯出明天。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一个人可以踩错坑，但不能闭上眼。就像海明威笔下《老人与海》里面的那个老渔夫，经历了无数的惊涛骇浪之后，他依旧不肯向命运低头。说到这儿，必须最后的补充一下，这个票房100亿俱乐部的水分其实还是有的。马丽这一次其实就是通过了打擦边球的方式，一举蹭上了俱乐部的光环了。这个光环其实最多属于丫鬟类的存在感，欧豪同理。而最具有价值的当然是担纲正直的主演了，这才是正大光明的傲娇的方式。所以呢，易烊千玺即将挤进这个俱乐部的周冬雨，其实都是实至名归的俱乐部的主人家了。赵丽颖加油，王一博加油，朝着自己的方向，朝着未来的方向去野蛮的加油。